在那个年代，万科就是我心目中我唯一一个我觉得我愿意为之奋斗的一个企业。其实我离开，我是带着对这个行业未来的担忧离开的。你也想过你什么时候再写本自传吗？我想写，但我写了，估计这个东西只能放在我家里头，出不来。地产行业的，我靠，那我看的那过程，我跟你说，那可真是太热闹了，太好看了。我跟你，什么那些电视剧哪能跟这真实社会比？毛大庆这个名字为人所熟知的时代是中国地产行业正如日中天的时代哈。2015年，他急流勇退，从万科高级副总裁的职位上辞职，然后去选择创业，又赶上一波创业大潮，成功带领优客工厂在美国上市。几年之后这个名字好像又在公众视野里消失了。当我再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临终关怀志愿者的身份，所以我也很好奇这些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恐怕没有人不向往让生命更加丰盛，是吧？但是我确实觉得现实生活里很多人忘记了，丰盛是什么东西。我接触了很多即将离世的临界者大概都是在离世前的10天半个月有的3天8天我近距离的去体会他们。大概经历了多少位？大概40多个吧。大概年龄层呢？大概年龄层从40、50岁到80、90岁，40、50岁也有甚至于其实还有更年轻的，我没接触到的，还有30、40岁的，还有儿童。你会近距离的跟马上就要走的这些生命去跟他们有交互。有一天他会幡然醒悟，觉得拿时间竟然换了这样的东西，然后失去的太多了。就是人终究有可能所谓的那个懊悔的一天嘛。我这3年呢，我干了一个工作这个工作让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从2022年就疫情最后那一年我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我还在干我在医院的这个安宁疗护病房里，我做安宁疗护志愿者，跟他们进行交流。所以你会发现，面对死这个命题的时候，人们还是跟我们平常谈到的对人生感悟对生命的理解还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它时间就到那儿了我觉得人们对生命吧，我想最终总是留恋的人总还是怕死的。我做了这么多这个工作，我觉得越来越有一个感受，就是没有感同身受这个事情。再好的共情，再强的共鸣，你都不能替换他，因为他就是那个要走的人，你只是目送他走的那个人，这2个角色是没办法互换的所以当他要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有几个词，我觉得留恋还是很多的。第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遗憾也还是挺普遍的一个会高频出现的词第3个呢，就是回忆或者有一些这种真心的内心的这种一些东西的迸发比如说你会问他，你说哎，你可能还有3天时间了，你有什么人想见呢？你想见到谁那他当然我们理解他可能想见到亲人见到什么直系亲属，有些人他更想见到生命中的某一些奇特的感情的人，他突然间他会觉得我想见他，真诚的爱的人，这个时候肯定是真诚的，而且就到最后1分钟了，你想他有什么功夫再去虚伪呢？所以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老师也给我们做过一些作业比如说你就要走了，你希望走的时候那个场景，你身边站着几个什么人，你用那个纽扣把它摆一摆你摆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摆的时候，这个摆的时候那个状态都不一样，纽扣还选有大有小的摆的还离自己有点近有点远的等等等等，这都是人内心的非常底层的那些独白。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特别强烈的一些表达。你看我就看见过那个我想跟我的这个最亲的人一起走，那我握着他的手，
我就特别轻柔的就最后这口气就吐出去，我就走了。我走的就很安详，很舒服。我觉得就满足了他的内心的最后的一点点东西，啊，这些都是人在生命结束的时候很微妙的一些事情。还有些人在最后几天，那我们做这个工作就是让他们舒服嘛，所以他就会说我想喝可乐，其实他糖尿病可能很严重什么，那也给他喝呀，啊，就是他让他舒服，让他开心啊，对吧？就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工作让我确实我觉得特别的好，我也是自己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跟我的职业、跟我的公司啊、跟我的所有事情都无关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事情给了我很大的一个机会去看见生命的。这里有问题，人临死的时候，一般都会遗憾什么？比如说有一个父亲啊，跟他儿子生前关系就不好啊，他女儿一直在这个带着他，他儿子从来也不看他，而且甚至于好像都父子关系都没有了快啊，但他就是跟大家表达他想看看他儿子啊。那当然后来大家用了千辛万苦把他儿子给弄来了啊，他儿子开始是很不情愿的啊，他爸其实也扭扭捏捏啊，也不愿意说那种放下面子，但当两个人见面的时候，你看那一刹那，就两个人就和解了，因为那个生命要结束了，然后这个生命也会觉得我对你很多的一辈子很多事情歉疚于你，但在这一瞬，两个人大家就过去了。我也在想，我们都会有离开世界的那个时刻。我们在那个时刻的时候，我们会想什么东西？所以我在做了这个工作以后呢，我同时干了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在写我自己的那个遗愿清单。中国人不太爱听遗愿清单，老觉得你干嘛呀？你写遗嘱啊什么啊？实际上遗愿清单不是遗嘱，遗愿清单是写给自己的。我希望的事情是我有一天我什么也干不了了，我就在那儿可能就要接受这个最后的倒计时的到来，我可以比较从容一点，或者我可以比较满意一点，我可以比较庆幸一点，甚至我可以偷笑，我可以说啊，你看 so lucky， 我幸亏我早就怎么样了。我觉得那样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会更从容和开心一点。你认为你真的可以实现吗？我只要现在我多努力一分，我就离那个状态会近一点。所以我现在有了这个清单以后呢，我就知道那个上面写的东西都是我发自内心我特别想去追求的一些事情，它就成了我生活的一个指南。通过这个我屏蔽掉了很多这个扰乱我的事情，我都特别具体了。我现在今年都把明年都写完了，我明年几月几号干什么我都有规定了。我但凡这些事儿在我眼前放着，那除非我爹我妈什么身体不好，那我没办法，雷打不动，谁也拦不住我，下刀子都拦不住我。我有一个大的总条线，比方说我在80岁以前，我要完成20本人物传记的翻译，现在不是7本吗？我1年半1本，有的时候得2年1本，那我还有13本，还有26年，26年那我可不就80岁了吗？所以我想好紧张哦，我没有时间耽误。我在2022年12月，我做了一个比较我完全没想到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个小组织啊，这个10来个人帮大家找药啊，找那个急需的药物啊。第二一个就是我自己一个人，我这个送走了烧掉了61个遗体。我从这些事情我就看，真是我觉得生命好狼狈啊，人生好狼狈呀。你有权有势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呢？啊，又怎么样呢？还得7个人烧1个炉呢，还混炉呢。现在找我说帮忙烧个单炉行不行？就这样 VIP 间啊，这没闻到河北就能找个地儿给他烧单炉啊，至少捧着那骨头是自己家里人的，不是那7个人混一块儿的。就连这点生命想要求都很难。那我还看见过些场景，就没法说了啊。那从那大冰柜把那人弄出来，几个人死人塞一块儿的那怎么说呢？对吧？那都是人物啊。我看见一人物，我从小都看他演的戏，那都
那绝对都是我心里的大神呢，结果也不对，塞那里头，拿出来都变形了。所以这些事儿会让自己重新思考我要做的事儿。我觉得我不能耽误时间。这11年创业，你后悔吗？哎，我觉得一点也不后悔，我觉得太对了。我觉得2件事情特别对。第一件事情呢，我在房地产高峰的时候，我离开了这个行业，其实很多人也觉得挺不解的。在那个年代，万科就是我心目中我唯一一个我觉得我愿意为之奋斗的一个企业啊。我要么就不离开，我离开了我就不会在这个行业内再去别的公司干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其实我离开我是带着对这个行业未来的担忧离开的。那这个当然多数人当时是不认可的。我在2014年的4月25号惊天动地的干了一件事情，创造了房地产历史上最大的媒体的轰动的事件就是我在建设部的那个闭门讲话第一点呢，我觉得基本上，就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动机的单一性太显著了就是这个舞台上只有一个角儿在唱戏，就是房地产，或者根本说经济的推动力就是土地财政。WTO 和土地财政这2件事情，把中国从2004年的世界第7位的 GDP 带到了2010年的世界第2位的 GDP。这是什么样的力量？我想这里头很大一个程度就是我们的城镇化。城镇化里边很大的程度就是土地财政，让这个我们能够源源不断的向社会输送新的资金让这个资金可以通过非常有效的顺畅的渠道流进老百姓的口袋里，从而刺激就业，提升收入，改善这个生活的质量，买房子等等。当然反哺回来的就是经济的快速增长，117个行业共同发生作用多少人的这个命运的改变当然也把国家弄到了世界 GDP 的第2。我当时说，我说这个游戏非常单一，能力过于单一的时候，危险就在那儿等着你了。第2个问题就是老龄化的到来。我是个建筑师的出身，人口学的背景，所以我其实对这个人口的规律是极其敏感的。我们从2004年我在北大做博士后研究人口和区域经济的时候，做了3年多，我就感觉这事情麻烦了。其实在04年你们都不知道，我们的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不健康了，我们就已经只有1.7几了，1.8都没有了。也就是说2004年如果解除计划生育制度，如果大力提倡生育，可能还时间来得及，因为我们还有70后这一波人口比较多的育龄妇女，她们还有比较强的生育意愿。但是可惜的是，我们知道2017年、16年才开始什么2孩等等释放了短暂一下就没劲儿了因为我们整整浪费了12、13年的时间。04年到05年我们就看这人口以后很麻烦，所以到了2014年，我在建设部谈论房地产，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房地产到底还需不需要宏观调控？我当时态度就是别调了，什么都别调了，让它自然发展，也没有几年好发展了，还调啥呀？全废了，别调了。第3点，当时我说，买房子抢房子的背后，不仅仅是房子的问题，还有就是公共资源的极度不均衡，教育、医疗、公共的服务，基本上都集中在大城市、特大型城市和中心城市。这样的情况下，势必导致人口的不均衡流动，不均衡流动势必导致要到这儿来抢资产。我说那抢的不是资产，抢的是公共的资源。为什么不能把公共资源均等化这个问题适度的向3、4线城市尽可能的摊薄？
让人口减缓，过于向大中型城市集中，这一条始终也做不到啊。所以我在2014年4月闹了这一出以后，我其实是觉得我对单一型的这种搞房子卖地，我觉得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我当时觉得是深深的担忧的。觉得这个行业的可能到穷途末路了。我觉得迟早会穷途末路。那我为什么要把我所有的生命时间都搭在一个行业里呢？我为什么不多去体会点事儿呢？我觉得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来这一趟，你都得体会体会，你多点经历呀，你都得尝试一下。那否则我就干了这一件事我就走了，那多亏呀。我们从15年创业，然后经过了非常风光的时代，时代的标杆企业，时代的标杆企业。当时甚至说我是什么15派的创业代表等等等等，然后就迅速下滑。我们上市还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风暴，然后就疫情之后就是各种各样的头疼的没完没了的破事儿，收拾烂摊子。所以我大概今年是11年创业，我自己总结了一下，过了4年好日子，2、3年的过程中的这个折腾，3、4年的挣扎，到现在过去这1、2年，我觉得起死回生，总算没彻底翻了船还算是命还可以，算活过来了吧，算活过来了。但是，其实也是，掉胳膊掉腿的，九死一生，九死一生。经历了一个很完整的创业的过程，这里边有很多值得总结的自我教训。除了我们说时代背景、外部环境、什么经济周期，包括以及什么各种各样的大的外部波动，但是呢，我想里边有很多自身的问题包括对创办一家企业的敬畏，应该弄清楚商业模式，然后再去扩张包括创业者的偶像包袱。上去就下不来的，上去下不来，包括因为尤其大企业出来的这些高管都带着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明星包袱。还有就是当你已经引领一个行业在前头走的时候，那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放不下，各种各样的这种虚荣的需要这种面子的强大的驱使力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我想在我的创业过程中都有。当然还有就是团队用人用对了用错了，都有很多的案例，就在我这一个公司的身上。这是11年的其实起起伏伏的一个大周期。对，我想基本上该上的课都上了全上过了。所以也是在这个期间，其实对于生命开始重新有理解。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其实做了，同时有2家公司，一家公司冲得比较快，就出现了各种各样前面说这些问题。另外一个公司我们就及时就调整了节奏，就做得比较慢，今天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慢指的是什么？我们比较认真的做每一个产品，认真的走每一步，也没有着急去做大规模，也没有太着急去盲目的去扩张。那你看，你做了这么多年的顶尖地产公司的职业经理人、高管然后自己又创业这么多年，这么简单的道理你能不知道吗？我觉得有意思的就是你在一个体系内，在一个平台上做事情，和你自己拎起来做一件事情，你看一个好体系和你自己去创造一个好体系完全不一样。但是你看卖包子，包子店老板都说怎么样发财，就是做好包子卖出去。是的，就这么简单。对，这里边有很多东西在你做的过程之中，刚才我谈到了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就驱使你离开了一些基本的规律和常识，因为你会觉得突然间你会带着光环，然后你突然间有一些别人对你的这些要求赞美以及你觉得你的面子上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呀。但是那个钱也是真实的，那个融资那个上市这些是真实的呀，你的权利是变大了呀。对呀，是这样的呀。但是你会觉得有种欲望也在变大。那个时候大家觉得说，这事情今天谈亏损就别往下弄了，对吧？那个时候觉得亏损是什么呀？亏损
那会儿大家都烧钱，对吧？一起烧，只要能烧大了就行。那烧大了以后怎么办？以后再说吧。啊，就是以前是这样的一种逻辑，但这些事情今天说起来都很可笑，但是当年是不可笑的。当年大家都认为这是很对的。如果你不烧钱，反而是你的当时你不认知发展，你没有当头部，你不能够迅速跻身于前1、前2，你干它干嘛？那会儿是这逻辑。但是这也是事实啊！你看，你头部第1都这样了，那你看当年的第2、第3哪儿去了？就没了。我觉得起码还能走过来，但是我觉得呢，大的问题还是存在的。我觉得还是总结自己的问题吧，是吧？我觉得可能还能够这个举一反三，为以后的事儿做点总结。所以你看，你踩点踩得非常准哈，在15年去创业，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对，我觉得需要啊，我觉得需要，人就是跟时代共舞啊，人就是跟时间共舞啊，而不是可能为了钱，为了贪念赚最后的钱，然后把节律打乱，找不到自己的节奏，你在你自己的那个乱七八糟的节奏上跳，然后跟大的节奏失去了关联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你在想找那个节奏很难了。我觉得我比较开心的是，我一直在节奏上，纵然你刚才问我的问题过程中有几年非常难啊，作为一个创业者，我也曾经被我们行业内人笑话呀，说你看你这人出去创啥呀，创的一头是包，创的你看看你在那待着好好的不弄，非要出去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你看看最后就弄成这样了吧？我心里很清楚，很多人那太多了，那太多了。说你看这傻瓜吧，你这放着好好的事儿不干，非出去弄这个，啊，这我太清楚了。我也很清楚，你曾经是哇那么大企业的高管，呼风唤雨啊，各种资源招之即来啊，调配各种各样的事情，那简直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啊。然后你突然间变一创业者了。你3孙子呀！你离开了平台，你就啥也不是了啊！离开平台，你啥也不是了，人也不来求你了。第二，你也甭求别人了，对吧？你也不是什么人物了啊！你就是一创业者，你做你小买卖去吧。马上这个社会就好像不是你认识的那个环境了，太正常了。我开始有很长时间不适应，但是我就告诉我自己，这个有意思哎。社会还有这么一些面呢哈，原来感情不是你多牛逼，是原来你待那地儿挺牛逼，人家都冲那地儿来的。但拜的不是你，拜的是那庙，是你在那庙里头当那个和尚是吧？你离开这庙，你就是游僧，谁会给你这游僧上点烟火钱呢？没人给你上啊。但是后来我就感觉多好啊，不然我怎么会知道这世间还有这么多事儿呢？还有这样的事情呢？然后我怎么会知道我原来自己还能靠自己，还是有点本事的啊？那你这肯定是打掉牙往肚里咽，你只是不承认而已。那当然是你人都喜欢那人家来巴结你、夸赞你，对吧？觉得你牛逼的那种状态，对吧？那人当然喜欢那个。但是我另外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你就没有机会去体会，说当你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你仍然能够感受到你自己的价值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更大的幸福。就当我比方我做一件事情，我把它做起来了，啊，不管千辛万苦，不管怎么着，那我也做了。然后我今天再看着这10几年社会的这种变化，再看着这行业的变迁，其实我感触是非常多的。从我自己认知这个问题，到我离开这个东西，到好多人觉得我很可笑，到大家也觉得说哇，这看来还是你说的挺对啊，然后说你真是在正确的时候怎么又离开了啊？我听了这一大堆的话，你还是你，但是我觉得周围的这些变化太魔幻了吧，荒诞的，太荒诞了吧，就是这样。然后我很开心的是，我后来因为我碰到了这么多的事情，我遭遇了这些问题，我才真的有机会去安静下来思考一下，那我怎么花我这些时间呢？否则我如果还沉浸在那些快乐里啊，那些虚浮的事儿里头，我根本不会去想。我想什么呀？我想啊，我人生还有几个什么特别
我要干的事儿，我去写遗愿清单，我去照着我那个节奏去办，我估计我可能还享受在那种前呼后拥的环境里舒服吧，我肯定也不会去想这问题吧。所以你在大势面前，你又能改变影响什么？人能改变的事情只有自己，我觉得只有回答自己内心的东西才是真的。我比较开心的是，我在我身体还不错、精力还挺好的时候，我认清了这一条。所以你看你在创业规模其实也做起来了，还上市，那个时候也不错啊，大家会觉得哎你还是不错的呀，又回归那个高光时刻了。对，我觉得回归过一段，我觉得那些问题也是我导致我创业出问题的很重要的原因。那个时代是不是又回归的？哎，又是前呼后拥，又是各处做代表、做演讲了。对，又来了，就是你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你会觉得自己所向披靡，干什么都对。你看我在那儿也对，我出来干这个我也对，我干这个我又那个风生水起。对啊，那也是事实啊。你一直认为这样的时候，危险就离你很近了。我就觉得你脑子昏了，然后你已经不太注意事情的本质了，你已经不再去赶紧研究说你这刚创办一公司，可能这些事儿就这么顺吗？你现在盈利了吗？你赚钱了吗？你的商业模式对吗？啊，当然不这么想了。那会儿想的就是肯定对啊，我已经是世界老二了，中国老大了，那怎么不对啊？那这是最大的对啊。然后很多人还给你送钱融资啊，有钱，那钱都不是你挣来的，钱都不是生意里产生出来的。现在我们的业务里头开始产生利润了，哪怕挣了1块钱，我都很开心啊。我觉得这是业务自己本事挣的。后来我为什么会去开了一个包子店？很多人不理解，以为我要开始卖餐饮了。我说不是，我那会儿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做孵化器，我们在那个美食孵化器里孵化了很多好玩的年轻人的 IP，我就看着他们在这创业，一个一个的餐饮美食的创业者。我觉得他们靠自己的本事，靠自己一点点小手艺，人家就能够挣自己活命的钱。忽然间觉得我很迷茫，我觉得我这么多年又是大公司又是大创业，我就发现好像还没有真正自己挣过钱，钱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对吧？你看你在大公司做工作，那你就做就行了，只要做不你要不犯错误，你就天上天天等着拿钱呗。创业也是啊，创着创着又这儿融资那儿融资的都挺对啊，但是那是你挣的吗？而且起手就是天文数字，就是要10亿100亿的。对呀，那是你挣的吗？哪个都不是你挣出来的呀。你说我营业规模很大，我一年收入10个亿，利润呢？我就觉得我看着这些年轻人，我觉得我太惭愧了。我觉得我创了半天业，我都没挣过钱，这什么玩意儿呢？我说我也开一包子铺，我也从买面和馅儿、弄白菜、买猪肉开始，一点点算，拿小秤一克一克的算，我们开始看这一包子铺能不能活下去，能不能挣钱。那学东西多了去了，你在网上开网店，在美团上开一窗口，好不容易呢，我才知道那么复杂。所以你当一小个体户也不容易的。我一直到创业，我才明白一个问题：当你自己用2只手去挣点钱，是太不容易了。你当个职业经理人，你当个什么？所以我后来才能理解大老板们，他们白手起家，能够从零做起，创办一家大企业，我真的是很佩服他们呀。无论他们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吧，但是我觉得他们起家起步，含辛茹苦，能折腾到这一步，都是了不得的人物啊。这是你做多少年高管理解不了的事情。你不能理解，你当什么牛逼职业经理人，你都不是老板。哪怕2号位，其实也你2号位啊，你1.5号位都没戏，你都不是那1号位，就是这么回事情。我是很尊敬这些企业家，你去干那件事儿，你自己天天要活命，你还得养活着一堆员工。所以为什么我说这社会要尊重企业家，社会要尊重靠本事挣钱的人，社会要给那些能养活一堆人还交着税的人给他们最高的这种赞赏呢？
这些人是养活这社会的人呢。我有一次吃饭，一桌子人20多个，还有你们这楼里的一些人物啊，这一桌子人高谈阔论中国经济这个中国经济那个。我听了一晚上，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你们这25、26个人，有谁现在养着员工的？有谁现在给社会交着税的？来，大家看看，你们谈了一晚上中国经济，有谁？结果只有俩人，我和另外一人，剩下都是什么各种各样的学家。我说你看就这比例，这比例，这社会能弄得好？都能说呢，可能说呢，可有道理了。你去弄俩人，你去把这俩人先养活了。你看我那包子铺4个人，我们都5年了，俩包包子的，俩在前台弄打理的。起码这4个人的就业我给养活了，我还交着税，我们还挣了点钱，我还可以投入再生产。我们从原来干到下午4点，现在干到晚上8点了，我们还扩大经营范围和规模了。那我觉得就不容易啊，我还起码解决了4个人社会就业问题呢。大家能不能多点这种意识？我就觉得国家也是公司，对吧？创业者就是两脚踩泥的。对。我有非常绝望的时刻，那公司非常艰难，加上疫情叠加，第一次上市失败，股东们找事儿，各种官司乱七八糟，那确实我有。那我从那么爱惜羽毛，不能有人批评你的一个无比光鲜的职业经理人，到那么多人骂你，网上嘲笑你，一会儿法院传票就来了，这那的就告你，我哪被人告过呀？逐渐接受这个现实，就从一个高光时刻突然人人喊打了，感觉。对，人人喊打也不罢吧，就批评你总是可以吧，嘲笑你总是很正常的吧，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你原来从一个大家都认为无比正确的人，然后突然间变成跟一3孙子似的，是吧？这很正常，这些事情都经历过。我在最黑暗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公众号。叫做绝不自杀，写完了10万加，可见多少人共鸣啊！好多人底下留言呐，哎呦这共鸣啊，都是各种创始人呐，各种创业者。我说绝不自杀。我当时写这文章的意思呢，其实也是一种给我自己一种激励和鼓励。我另外一层呢，这生命来这儿一场，不能以一时一会儿的成败来下结论，是吧？我觉得。总在任何的时候，总还能够看见一点点光亮，你就得奔着那光亮走，我们那时候的光亮，我觉得我当时心里很清楚，一个就是我当时还有一伙非常坚定的合伙人，如果就我一个人，我伙伴也没有，这个分崩离析，树倒猢狲散，就剩我一个人面对，我估计我确实我也是一肉身，是吧？我估计我也挺困难，但是他们。还在很积极的在弄啊，我觉得那我没道理啊，对吧？我说我就不弄了，也没道理，我还有合伙人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光亮。第二一个呢，我看见了太多比我更困难的人，更艰难的人，更活不下去的人，他们还在努力，还在弄啊。我就记得我写那个文章的头2天晚上看见一个视频。就有一个记者碰到了一个送外卖的一个女的，大晚上大冬天在那送外卖，然后呢，这个记者就问他说：“你怎么还在这儿送外卖？”他说：“我家里还一小孩，我还得挣钱回去养他。生活哪有容易的？谁都不容易。”我当时看见了这些，我觉得我也没道理现在就放弃，不是吗？我有很多的至暗时刻，我觉得我也改变了很多我自己。我改造了很多我自己，比如说，我觉得我这个人不能被人批评，我都是对的，这我就变成非常非常容易接受被人批评。然后人家看不起我，看扁了我，看扁了，是我做的不好，我可能能力就有限，但是我还得努力吧。你说我什么，说就说去吧，反正嘴在你脸上，又不长在我脑袋上。你说我几句，我也没少块肉。其实承认自己错很难，很难，还有承认自己不行也挺难的。其实这是一个修行的过程，就是个过程，去完整的走过这个过程。
去接受自己的这个过程中的各种不完美。这样你说到的，不放弃任何一场马拉松，再难也要到终点。只要开始了，一定要到终点。是我有一句话，他们很多人在用，叫做"一旦出发，必须到达"啊。这个说是必须，没有什么必须的，那到不了就到不了，不是你说必须就必须的。但是你心里头得有这个信念啊，我一旦出发，我就要到达。其实这一辈子，你得不断的调整。刚才咱俩谈了好多事情，都跟调整有关系。比方说，你看调整，你说我就看见了房地产，我觉得问题比较大，啊，我觉得我应该调整我自己，对吧？你只能调整你自己，我只能调整我自己，我调整不了那个。我换换地儿，我换换位置，换换角色，可以体会别的东西。生命就这么多天，我干嘛非跟这一个事儿杠着没完呢？我换个地儿调整。还有什么呢？那你说这创业过程中，你不调整心态，不调整姿势，不调整公司，不调整战略，不调整团队，不调整人，不调整你的心态，怎么可以呢？那我们这不7调整8调整，11年这公司也没死，还活着呢。我还在调整业务形态呢，要灵活啊！完了，你换了业务，换了东西，你也调整团队啊，你也调整能力啊，换人呐。想着都是永远都做最大的，做什么啊？做头部，做这做那的。你觉得你也是俨然一大企业家？谁告诉你了你是大企业家了？你怎么就大企业家了？那是你随便叫的吗？所以你得调整自己的心态呀，控制完欲望，调整心态，然后你才能舒服，不是吗？为什么好多人说这抑郁症这件事？我说抑郁症这件事特好玩。抑郁症这件事情，我跟很多大夫、跟专家去聊完了，我才搞清楚。我说这个事情对我来说看透了一个精神跟肉体的关系啊，这就是一个是硬件，一个是软件。这两个东西谁也不是主，谁也不是辅。这两个事情是我们叫做互文的叙事。精神不好的时候，身体一定有问题啊，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然后就开始免疫力下降啊，等等等等等等。我通过调整肉体，我看我能不能调整精神。我开始接触户外运动啊，我开始挑战呐，我开始马拉松啊，开始越野啊，铁人3项啊。我突然间发现说，哎，我把这些问题都拆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在我的控制下去实现。我让我肉体产生内啡肽，我让我肉体产生多巴胺快乐素，我让我自己对自己满意。所以最后一件事情叫不放弃，就我们说那7个字：控制、调整、不放弃。你放弃了，你就没机会更美好的事情了，所以不能放弃。这几年好像你的声音变少了，好像见不到你声音了。我们那个公司都是我们年轻的创始人他们在说了，只不过他们没把这帮人跟我关联上，我觉得挺好，我就在后边藏着不挺好的。我想把企业家身份放一放，我觉得企业家身份当够了，可以了。我干了3个上市公司，自己还弄了个上市公司，如果顺利的话，明年再弄个上市公司。那我现在因为有团队，他们就我事儿弄完布置完他们弄就行了，但是我要维持一个我足够的这个小时数在病房里。我再老了以后，我就这个工作一直干到我干不动了，我就在安宁疗护病房当志愿者。那有人离开的时候，你不难过吗？就像我说的，刚才我说的，他满足了他3个愿望，他走以前的那种一种东西的释怀，是你帮他实现了，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善举。那我为什么要悲伤呢？我应该祝福他，自己付出了爱，也获得了别人的爱。对啊，而且他因为你而获得了满足啊。我这2年我觉得我变化挺大的，我觉得我找到了我自己的快乐的节奏，啊，节律吧，就是还是那本书里谈的节律，人一定要有节律啊，这个节律是一种节拍，一旦上了节律，在节拍里行走，你就会觉得很舒服。你就不为太多东西所动。一个小问题哈，年轻人要不要买房？你的建议？
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年轻人问我啊，首先说换房，我说你要换房的目的，他说我小孩大了，我舒服，我们家里住不下，我当然换，立刻就换。我现在就是时机，该不该买房？我觉得现在已经很难用以前的公式来套了。我觉得不见得非得要买房，以后有很多形态会是租房子住，啊，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我是没有特别大的这个动力去推动年轻人什么，告诉他们必须要买个房子。就是你自己会不会花钱再去买？我肯定是不会再去买房。说到这儿，必须问一个延伸的问题啊。我们都说这个高层不能住，高层很危险，房子结构建筑不行，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对超高层我其实是挺不喜欢的。我觉得超高层有很多隐患和很多的问题啊。当然，你说这个房子结构不安全，这我不同意。在我从事房地产这30-40年的过程中，我没看见中国有多少结构出问题的房子，但出问题比较多的是什么呢？是最大的是管道。你看我们这些年频繁的爆炸，这爆炸是什么爆炸呢？就是主要是燃气、煤气这个问题，我认为真的是个大问题。但这个绝对不仅仅是超高层。但是有说法说，哎呦，我们90年代买的房子现在30年了嘛，那中国房子寿命可能就是30年、40年，这个是真的吗？我觉得00年往后的应该都还是比较规范和严谨的啊。2018年以后有一些问题，主要因为当时房地产这个情况太不好了，开发商极度缺钱，克扣工程队的钱，工程队又去克扣各种材料商的钱，导致有一批房子质量不好，这是我非常担忧的。中国房地产调控最严厉的，就产生效果的，就18年往后那一批房子，我是觉得确实让我心里很恐惧。我觉得我们在做房地产有几年啊，这个13、14、15、16这几年，所有的大型房地产公司，那是比拼的就是质量。那几年的房子真的很好，所以很多人说买二手房，我说去买，放心买13、14、15、16。你看那房子那个出产是不是那会儿的？那会儿基本上都不错。18年以后慎买。到现在的呢？啊，这2年呢？这2年我就不说了。好，感谢啊 ，OK， 好，就这样，行，非常好，好嘞，很坦诚。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如果你也想通过对话打造自己的个人 IP，欢迎私信我们，关注我们的课程。